新版的 Model Y 里面好像有超多小彩蛋。那现在不管是有人陆续交车，或是可能特斯拉本身的工程师有上非常多节目去解释里面很多设计的小事，然后我们就发现里面有蛮多功能，其实在刚上市的时候都没有提到。那我们今天就会跟大家来一起分析讨论这个部分。那我自己因为已经订了车，所以非常兴奋，常常都在关心这些消息。好，不浪费大家时间，我们直接开始。那首先先讲外形啊，那大家都在问说，为什么这一次的 Model Y 是整个全新的设计？对比先前好像就是 Model 3直接把它拉长拉胖。那其实设计师有解释到，因为先前的 Model Y 他们希望快点有一个新的车型出来，所以想要先有一个 crossover 车型的版本。那当时也不太知道说这台车子到底销量会怎么样，所以就很快的就是什么既有的设计、既有的组件如果可以沿用，可以同样的设计的逻辑可以套上去的话，那就直接用这样赶快做出一台车出来。那但几年过去之后呢，随着 Model Y 现在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车型哦，不只是电动车，不只是 crossover 小 SUV， 它就是这个车型就是全世界卖最好的一台，所以自然这个公司在对这台车重视程度比重是增加了不少。那也让这台车在全世界4个生产线同时可以生产，所以也代表这台车是现在特斯拉里面产量最大的一台。那另外呢，在车型上面，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在不同的市场上面，好像有些地方有 logo， 有些地方没有。那他们当时的设计理念是希望这台车，它的外形个性非常的明显，你可以不用看到 logo 就知道它是特斯拉的车。那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市场，现在很多电动车也是做这个造型，可能稍微难一点。那偏偏刚好也是在中国的市场，他们这一台 Model Y 前面还是有这个 T 的 logo。那其实他们有解释啊，因为中国现在的法规还是必须要有这个 T 的 logo 在上面。那另外在车头灯的地方，大家应该知道那一条上面亮的那一条，它其实就是日行灯，它并没有远光灯、头灯的功能，它其实放在下面。他们有解释说，下面那个灯其实也有这种多光束照射的功能，就是说他们会侦测到可能有来车、有行人的时候，他们会切割他们的话术，让它不会去闪到对向的来车。但这个他们说会在软体更新的时候推出。那同时也因为车头的重新设计，他们在前方撞击的安全系数有提高。那同时在撞击行人的时候，在保护行人的部分，这个地方的安全性也有提高。另外一个车头前面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应该就是底部有这个前置镜头。那这个对比先前就是它的前镜头是在车顶上嘛，如果先前的 Model Y 或是 Model 3、Model X， 现在除了 Cybertruck 的车型，好像就只有这一款焕新 Y， 还有再多了一个底部的前镜头。那这个部分在他们设计师跟工程师上这个 Jay Leno 的节目里面有提到，他们说因为增加这颗镜头，就让它可以使用360度环景的可能性。那他们有提到有很多其他车厂牌都可以办得到，但先前因为少了这个前镜头嘛，特斯拉的车没有办法办到。但他们说现在多了这个底部的镜头，变成说他们后面、侧面跟前面都可以完整的拍摄到，那让360度环景这个可能性增加。但是他们没有说他们一定会增加这个功能，他们只是说，现在可以办得到，那也没有确切给出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更新。但我觉得特斯拉的车就这样，有时候可能突然一个软体更新，他们就加入这个360度的环境有可能。那至于很多人问的其他车款会不会增加前镜头，那这个他们自己工程师、设计师的说法是说，目前在 Cybertruck 还有 Y 上面有，是因为他们的车型比较高，车高比较高，那这种时候很容易在他们在前端的地方会有非常多的死角。那因为这样，他们才在这2款车型里面加入这个前镜头。他们目前没有说其他的车有计划会有加入，但如果正是因为车高的问题的话，那是不是 Model X 未来也应该要有？那我个人是觉得啊，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前镜头是很多顾客需要，尤其现在在 Y 上面有，如果很多人都有要求的话，那我觉得在3或是 S 加入也是非常有可能性。那在我们看到侧边的地方，我们知道侧边有这个侧面的镜头，那这个你可能在打方向灯的时候，它会给你看到说侧边的来车。那这个方向灯的地方呢，因为在前镜头他们这次增加这个底部的镜头，他们也增加一个可以清洗前镜头的这个喷嘴。但在侧边的镜头呢，他们说他们重新设计的这个风流的导向，可以让你在行驶的时候自动利用这个风来清洗它侧边的镜头。那可能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啦，有的时候这些侧面的镜头，像我先前另一台车有这种侧面镜头，但如果下雨的时候就很容易可能有一个水珠在上面跑不掉。那他们这次这样的设计，让在行驶的时候呢，它的风会直接把这个镜头上面挡到镜头的水珠吹走。那尾灯的设计应该我觉得算是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尾灯，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样反射的设计。那他们说其实一开始尾灯设计是分成3片，就非常像头灯一样，有侧面2片，中间1片。因为他们说整个尾灯的宽度是超过5尺啊。那当初设计师这样把它设计完毕之后，他一直看那个尾灯，他说他看起来觉得受不了，觉得非常的丑，要把它分成3块。那所以他想把这个设计改成一整条式的尾灯设计。那所以他们为了这个超过5尺的尾灯啊，他们重新买了射膜机。他们说好像是要特别订购一个非常大的射膜机，才可以做出这样那么长的尾灯。那把它做成反射的原因，那其实节目里面主持人就有问说，法规规定可以这样做吗？那他们就有提到，其实法规只有规定说这些灯啊、尾灯，他们在设计上面要维持一定的亮度。不管你今天怎么设计，只要他们检测到的亮度是
够的，所以你不一定要直打或者侧打，只要你最后可以让尾方看到的亮度是符合法规的话，那你就可以这样设计。那所以刚提到关于尾灯改成这种一片式的设计的话，一开始可能是有点困难，但他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希望的这个思考的逻辑是说，不要在制作一个产品上面碰到困难就停止，而去思考说，这样的设计会不会有其他的优势、其他的意义存在？那这样他们会去想说，其实如果把它设计成单一块的尾灯，那它的零件也会变少，那以后在更换啊或维修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块更换，不会是要分成3块更换。那可能在公差上面也会稍微少一点。整体设计的这个思维跟逻辑，就是说他们在每个小地方，他们碰到困难，他们坚持去解决。如果在那么多小地方都做出了改变啊、升级跟创新的话，那自然它就会是一个更好的产品。那讲到尾灯，他们讲到这个后车厢车门的设计，因为很多人在讲说，现在后车厢变成是一大片，然后直接接到下面车的尾巴的这个 bumper， 那你打开之后，下面直接就是塑胶的材质。那其实这个有2个出发点，第一就是说你打开之后，下面直接是塑胶的材质，那这个可能是先前大家很多人在拿行李搬运的东西最容易去刮到的地方。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他们在看这个后面追尾追撞车祸的数据来讲，非常大的部分都是撞在比较低底部的地方。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今天下面整块还要重新烤漆去更换的话，其实比较麻烦。那如果现在就是只会撞到下面塑胶的部分，那在维修啊，在这些组件上面也会便宜很多。那另外呢，在他们这个第2排座椅倾倒的时候，他们有去算这个秒数，因为其实在一般市面上面的这个标准来讲，他们说如果7秒左右就算很快。那他们去思考说，为什么大家的标准都是在7秒上下？那如果你今天拿着很重的东西，你去特力屋啊，或是 IKEA 要买这种比较大型东西，你要搬进去的时候，你还要等7秒，他们觉得有点久，所以他们就思考说，怎么样可以让它变得更快？所以他们设计到第2排的座椅自动倾倒只需要4.5秒。那再来，他们讲到这个里面的喇叭，那他们做的这一款应该是 Long Range 的版本。那他们说有15或16个喇叭在里面。那我们刚看规格应该是15个喇叭加一个重低音喇叭，这个是在 Long Range 上面的喇叭数量比较多。那他们这一次如果在 Standard Range 还有 Long Range 后驱版本来讲，他们会降到只有9个喇叭，但他们说有非常多喇叭其实都是藏在他们的柱子啊还有饰板里面，所以你一般是看不太出来他们喇叭位置在哪里。那同时他们也增加更多的麦克风，让你平常在直接配对啊用它来通话的时候，收音品质会比先前好不少。那还有这一次呢，因为他们后面有自己的萤幕嘛，所以他们可以同时配对2副蓝牙耳机，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小孩如果坐后座的时候，他们用后座去看 YouTube 看萤幕的时候，他们2个可以带自己配对的耳机去听到里面的内容。那同时我们前座的人如果要自己播音乐要用喇叭来听其他歌的话，那双方就不会互相去影响到。那另外呢，在车里面的内部，除了有个照里面的镜头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雷达在上面。那他们说好像是2022年后的有些车款都有配这个雷达在里面。那这个雷达到目前还没有正式启用，但他们说再来会有软体更新开始启用。那首先会先让你扫描前座，那再也会增加到扫描后座的人。那他们不只可以侦测这个乘客的数量啊，什么位置有没有坐人，那更厉害的，他们说其实连这个乘客的这个身材尺寸，那他们的心跳跟呼吸都可以侦测到。在你可能发生车祸的时候，他们会来判定，他的气囊要怎么启动，以什么速度启动。那或者是可能在状况有人被锁在车内啊，或是锁在后座的时候，不管是人或宠物，他们都可以侦测有人在里面。那这种时候，不管是可能发通知给车主，那或是心跳、呼吸有急速增加的时候，可能会帮你联络救护车打119。所以这听起来真的是还蛮酷的功能。那另外我觉得非常酷的时候，他们有提到就是说，在车里面这一次新的 Model Y 的冷气有个新功能，这个未来软体会更新。那我已经看到有些人已经收到他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 Model Y 已经有这个功能。他们冷气可以像我们家中的冷气一样，可以调它的这个风向会自动的变动，就不会像现在过往其他车型的冷气，它就只有吹同个方向，那你还要手动去调整它的方位或是关掉，它变成可以自动左右的摆动，所以吹起来会比较像自然风。那关于很多人问的，现在方向这个拨感回归会不会代表排档感以后可能会回归？那目前他们的说法是觉得说，他们有非常多自动驾驶的功能。那很多时候你可能在你的车位，它已经侦测到说你现在只能倒车，它就已经先帮你打好了倒车档，所以他们觉得说，等他们自动驾驶判断越来越准确的时候，他们其实根本很多时候，或许你在开特斯拉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去换挡。你在 U-turn 的时候，它也会自己帮你想好说，你现在转过来，然后可能到了一个底，它可能会自动帮你打成 R 档，然后当你转到一个定位的时候，它会再帮你打成 D 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新的 Model Y 其实除了刚上市，他们第一波在宣传的时候提到很多这些大重点设计改变还有功能之外，其实还是有隐藏非常多小功能在里面，而且这些功能还可能随着说现在每个月逐步在交车，又有新的软体更新，又推出这些新的功能，
所以它是一直有在更新功能的一台车。那可能到时候等我们6月交车之后，这几个月内又有更多新功能推出。好，那在我们也有安排这个试驾的内容。那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特斯拉或电动车相关的资讯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莫迪，我们下次影片见，拜。